请注意，世界还有1个小时就要毁灭了，地球上只剩下这21个人，他们找到了一个避难所，在里面躲上1年就可以躲过灾难。可是避难所里面的物资只够10个人生存，他们必须要在1个小时之内投票选出有资格进入避难所的人。为了灾后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，众人投票的唯一根据就是每个人的技能，像竖琴师、葡萄酒师、甜点师，这些看上去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直接淘汰。最惨的是这个男人。I'm a published poet. 很快，众人投票留下了9个人，都是比较实用的技术人员，比如说农民、医生、木工等等。他们的职业一看就是能满足人类生存的。最后1个名额有点抢手，要在歌剧演唱家和教授之中选出。演唱家是正经的演唱家，可是教授的身份是个谜，他可能很有用，也可能很没用，但他毕竟是教授，所以众人最后还是选择留下了他。就在众人要进入避难所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枪响，回头一看，教授竟然把那些淘汰的人都杀了。They didn't want to face the agony of death by radiation. 小美觉得这个人太可怕了，她男友小帅也有同样的感觉，于是在进入避难所的时候，一个战术安排，将教授挡在了外面。9个人进入避难所，发现这哪里是避难所，简直是豪华大酒店啊！吃的、喝的、玩的、学习的，样样都有。众人立刻享受了起来。晚上，小美突然想到了门外的教授，于是她打开了内门，看到教授还在那里，已被辐射的皮肤溃烂。看到小美，教授拿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我是唯一知道密码的人”。小美看到，连忙找来了其他人商量。大多数人都认为教授是在虚张声势，并且认为这个时候不能开门，因为一开门辐射就会进入避难所，他们也会有风险。于是他们便决定对教授置之不理，继续在避难所里无所事事的过了1年。1年后，他们几乎用光了所有物资，决定出门。可就在到门口的时候，他们发现的确像教授说的一样，需要密码。他们开始尝试各种方法，却都没有用，只能无助地躲在避难所里，吃光了所有食物，甚至开始吃最先倒下的同伴。最后，他们在后悔与懊恼中死去。可画面一转，这些人竟出现在了一间教室，原来这是哲学课的毕业考试。教授对结果很失望，认为他们失败的理由是感情左右了理智，将身为避难所设计师的他拒之门外，所以全员不合格。但他们不服，于是第2次实验再次开始。这是一次关于世界末日的人性生存实验。当末日来临时，全球只有21人幸存下来，但是避难所只能容下10个人。那么这21个人中谁更有资格进去呢？在上一次的考试中全员不合格，而这一次教授又在职业的基础上增加了附加条件，比如这个小哥是做房地产的，但是他却当过大夫，所以他被选了进去。而原本的医生则因为刚刚从疫情高风险地区回来，所以被众人投了出去。很多人的命运都因附加条件改变，但只有这个人还是一如既往最早领了盒饭。 I'm a published poet who... 很快，众人就选出了进入避难所的10人。那些被淘汰的人为了不被教授枪杀，也迅速开车逃离。可最后还是没有躲过灾难。躲进避难所的人开始考虑人类的发展，他们决定要先繁衍才能发展。于是很快就2两1对开始搭配。可是几个月过去了，却没有女孩怀孕。教授提议不要再固定搭配了，这遭到了女孩们的反对。教授见状一句话都没说，直接拿出了一把手枪，他将其他人赶了出去，对女孩说 I won't have you debating us into extinction. I'll say what I want. If you don't like it, shoot me. 就在教授要开枪的时候，一个男孩冲了过来和教授厮打在一块，女孩顺势捡了枪威胁教授。教授表示很失望，学生们的感性再次战胜了理性。于是教授走到了大门口，打开了大门。No! 接连的2次失败让学生们很懊恼。这时，小帅却发现教授的异常。教授在拿抽签盒的时候非常不自然地咳嗽了几声。小帅冲了过去抢过抽签盒，发现里面果然被教授动了手脚。学生们抽取的身份并不是随机的，而是教授指定的。小帅不服气，要求教授重新开始一次实验。距离世界末日还有1个小时，如果让你来选择，为了人类的延续，你会选择什么样职业的人进入避难所？小美的选择和其他人都不同，她没有选择那些对人类文明重建有大作用的建筑师、木工等人，而是选了葡萄酒师、造型师、竖琴师还有歌剧演唱家。教授也意识到了这点，刚要掏枪相威胁，却发现枪已经被小美拿走了。原来小美之前对他用了美人计，并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拿走了枪。没有枪，教授又拿密码相威胁，结果有人直接背出了密码。原来在第2次实验教授开门时，女孩便记了下来。教授见不能威胁了，便转身离开。进入避难所的10人开始了末日生存。
这一次，避难所里的生活相比之前可谓是丰富了很多。他们不仅是吃喝玩乐，还演话剧、做竖琴、表演歌剧，生活的十分充实。很快，1年过去了，当他们打开大门准备重新面对世界的时候，却发现这个岛并没有被灾难波及。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生存技能。就在他们商量怎么办的时候，一颗需要手动引爆的炸弹落在了他们面前。最后，小帅决定按下按钮。可就在这时，教授出现了。原来他离开后躲进了山洞里，靠着风餐露宿生存了下来，并重新拿到了枪。为了人类的延续，他威胁小帅不准按按钮，但他低估了学生们的意志。其他9个人纷纷站出来挡在了小帅前面。小帅按下了按钮。回到教室，学生们再一次全员不及格，但是他们却并不后悔，因为他们都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。